刘成坤前辈，请您不要管我，您快走吧。楚风大声喊道，他也不想连累刘成坤。然而对于楚风的劝解，刘成坤却是淡淡一笑，说道：楚风小友，男子汉大丈夫不该轻言放弃。我刘成坤虽然年龄不小了，可却也是一个男儿身，而我红蝶会与这陆阳阁本就有着诸多恩怨，我刘成坤个人与这红熙也是有着深厚大恨，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你自己的事了。无论如何，我今日都不会放过这红熙，哪怕两败俱伤，我也要杀了他。此话一落，刘成坤长老竟大喝一声，此喝声一出，那半城祖兵光芒大生，刘成坤长老的气息也是变得更为强横。自然而然的，刘成坤长老所施展的地境大海啸也是越发的汹涌，一层又一层的巨浪将虚空都冲得粉碎，竟又开始吞没红熙，让红熙那踏于虚空之上的步伐难以前行。毅力与杀意，刘成坤长老的实力已经发挥到了极限，而他却还能够增强实力，完全就是凭借着自己想要杀死这红熙的念头才做到的。红熙讽刺的轻哼一声，他似乎已然看破了这一点，于是冷笑着说道：强弩之末，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该死，这样下去可不行。此刻楚风紧张极了，尽管刘成坤长老说他本身自己就与这红熙有着恩怨，死在此处与楚风无关，但若刘成坤长老今日真的死在了这里，楚风依然会愧疚不已，只能试一试了。忽然楚风眼中闪过一抹决意，于是他将掌心摸向了自己的乾坤袋，他准备动用自己还无法掌控的力量。邪神剑，邪神剑，虽然表面上看那只是一件地兵，可那绝非是寻常的地兵那么简单，否则不会连他父亲都要特意提醒他，邪神剑所具备的力量是相当恐怖的，同时也是楚风无法驾驭的，搞不好连楚风都会被那邪神剑所杀。可正是这种无法驾驭的力量，才是楚风如今唯一能够依仗的，毕竟他的修为与红熙相差太大，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红熙几乎毫无可能。楚风别急。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道温柔的劝阻之音在楚风耳边响起。当这道声音响起之际，楚风顿时身体一颤，内心一紧。在那一刻，楚风就仿佛被雷击了一般，但那种感觉却并不是疼痛，而是过瘾，非常的过瘾，就像是天大的好事发生了一般。因为这个声音是如此的熟悉，那是淡淡的声音，是女王大人的声音。听到淡淡的声音，楚风赶忙将自己的意识投射到界灵空间之内，想要一看究竟。而当自己来到界灵空间之后，更是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面露狂喜之色。淡淡，他的女王大人已经醒来了，一袭黑裙，绝美依旧，正笑眯眯地看着楚风。我的女王大人，你总算醒了，真的是你吗？我没有做梦吧？楚风当真是喜出望外，没有想到淡淡会在这个时候醒。喂，往哪摸呢？故意占本女王的便宜是吧？淡淡小嘴一撇，一脸鄙视地看着楚风。因为此刻的楚风可不老实，不仅仅将这个绝世小美人抱入了怀中，一双手还不停地揉搓，甚至还大胆地用手去掐淡淡那精致到无可挑剔的脸颊。可哪怕如此，淡淡也只是责怪，却没有真的去将楚风推开。哈哈，淡淡，果然是你，你可知道这些日子我多想你？楚风说道。别酸了，本女王可没有真的睡着，你这些日子自言自语的话我都听到了，以后本女王若是不在，你可少说这种话，否则本女王本来没事，也都被你恶心出事了。淡淡撇着小嘴说道，虽然面露不屑，可是那一双美眸之中流转着的却明明是欣喜的笑意。这么说来，这些日子发生的事你都知道了？楚风问道。记得的比你还要清楚呢。淡淡扬着小脸得意说道。那我母亲布置的结界阵法你也？楚风问道。知道了，你母亲虽然封印了我修为，但那结界阵法对我的确有好处，搞得我倒是没办法怪她了。不信你看。淡淡甜甜的一笑，随后便将自己的气息散发而出。而这一刻，楚风也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淡淡这位女王大人的修为比之当初已经提升了数倍，就如其父亲所说一样，如今的淡淡已经是一位半祖强者，不仅如此，竟然还超越了楚风。如今的楚风也只是2品半祖而已，可是淡淡她却已经是一位6品半祖。走吧，放本女王出去，好好教训一下那只不长眼的臭蜥蜴。本女王要让她知道，不是什么人都能欺负的。你楚风可是由本女王罩着的。淡淡一脸气愤地挥舞了一下自己的小拳头，尽管她刚刚苏醒，但之前楚风经历的事情她却全都知道，所以她已是迫不及待地想要教训那红熙，这是自然。不对，等等，我的女王大人，你的修为虽强，已是6品半祖，可是那红熙却是一位9品半祖，用了血脉之力后足以达到1品5祖的存在，你能和他斗？楚风皱眉问道。其实他是担心淡淡能与他斗。这是什么话？你看不起谁？看不起女王大人，还是看不起我？淡淡一脸怒意地问道。这个楚风不敢回答。哈哈，怕了吧？逗你玩呢。淡淡一脸得意的笑，笑的那叫一个美，不仅心美，人更美，看得楚风都快醉了。放心吧，你就那红熙修为再强，可战力太弱，而本女王是什么战力？可是堂堂逆战7品。不对，若按照你父亲的说法的话，所有5帝与半祖都拥有逆战3品战力，拿他们来对比的话，那么本女王的战力便是只有逆战4品了。但哪怕是逆战4品，本女王也是能够与寻常的1品5祖一战的，而且寻常的1品5祖绝对不会是本女王的对手，所以你就放心吧，那个红熙，本女王必然要收拾的她服服帖帖。哭着喊着找妈妈，淡淡一脸得意地说道。逆战4品，我的女王大人果然厉害。听得此话，楚风也是面露喜色，他很清楚，他的女王大人从来不说假话，既然女王大人自己都说她的战力是逆战4品，那么就绝对是逆战4品。之前楚风就猜测女王大人的逆天战力要比她强很多，而事实上竟比她猜测的还要厉害。她是突破半祖后提升了战力，才拥有了现在的逆战3品，可是女王大人竟比她还强，乃是逆战4品。本女王也是修为提升半祖才得以提升战力的，
若是本女王能够达到5组，战力还可以提升1品。蛋蛋再度得意地说道：“嘿，既然如此的话，那便是时候让他们见识一下我女王大人的力量了。”楚风笑着说道：“不对。”蛋蛋摇头说道：“哪里不对了？”楚风诧异地问道。蛋蛋甜甜一笑，说道：“本女王要让他们见识的，乃是修罗的力量。”天际之上，阵阵巨响不断传来，随着那轰鸣之音响起，道道汹涌的海浪也是如瀑布一般喷向四面八方。一时之间，暴雨连天，连山石都被洞穿，连城池都被毁灭，甚至那些在城外的诸多修武者都被逼迫得连连后退，不敢再掺入其中。是红溪，红溪此刻的肉身已经与那武技完美的融合，化作了一个真正的庞然大物，参天巨兽。就连那把半城祖兵也是发生了变化，化作一只宛如恶魔一般的血红色巨兽，与他并肩作战。那半城祖兵化作的巨兽并没有完整的体态，身形一直在变化，可一双杀意腾腾的双眼却是只看一眼便令人为之胆寒，实力更是几乎不弱于红溪。眼下红溪简直势不可挡，竟压制的刘成坤长老节节败退。刘成坤长老的脸上已是露出明显的艰难之色，所有人都看出来刘成坤怕是撑不了多久了。毕竟圣灵军，这种情况之下，刘成坤竟然大喝一声，又施展出了另外一种地境武技。那地境武技一出，便有足足8000道光芒闪闪的光芒体飞掠而出，只不过那些光芒体不是攻向红溪的，而是飞向楚风的。呵，那光芒体靠近之际，竟然开始变化，化作一个个高达3米、身穿铠甲、手持长枪的士兵。这些士兵竟全部具备9品半组的修为，一现身便开始对那些围攻楚风的陆阳阁之人大开杀戒。一时之间，那些围着楚风的陆阳阁之人都是自身难保，甚至除了9品半组级的存在，已经全部被斩杀。楚风，快走！而就在这时，一道传音也是映入楚风的耳中，那个传音正是来自刘成坤，想放他走，你没有机会。见状，那红溪却是冷笑一声，他已经看穿了刘成坤的想法，于是他意念一动，那由半城祖兵化作的血色怪物便转身向楚风飞掠而去。那血色怪物脱离海浪，向楚风压迫而来，所过之处，虚空都是变得血红，就像是一个索命的恶魔前来索取楚风性命。然而，那血色怪物还没有靠近楚风，一片海浪便铺天盖地的自其身后压迫而来，将那血色怪物给困住了。原来那海浪是刘成坤长老的半城祖兵散发而出，不仅是海浪来了，那半城祖兵也来了。此刻2件半城祖兵正交站在了一处，而此刻楚风的意识刚好投射到身体之中，看到眼前一幕，不免一惊。刘成坤将半城祖兵脱手而出之后，他所施展的地境大海啸威力大减。然而虽然红溪也少了半城祖兵助阵，但他却依然凶猛，此刻已经攻向了刘成坤，距离刘成坤不足100米距离。刘成坤大喝一声，咬牙切齿之下，那滔天巨浪才得以变强，总算是勉强挡下了红溪。但任凭是谁都看得出来，这样的他根本挡不了多久。忽然间，刘成坤却是喷出了一大口鲜血，洒在了衣襟之上。这一幕更是让人们确定刘成坤是真的撑不下去了。楚风，快走！刘成坤猛然大喝一声，这一次他不再是暗中传音，而是当中呼喊的。毕竟所有人都已经看出来了，他是想自己死在这里，但却要让楚风安然逃脱。面对这样的刘成坤，楚风很是感动，明明已经自身难保，可却还想着楚风的安危，看得出来他是真的愿意为了楚风而舍弃自己的性命。但是他与楚风明明只是一面之缘啊！刘成坤前辈，辛苦您了，接下来便交给我吧。感动之余，楚风开口说道。什么？听得此话，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愣，一脸不解地看向了楚风。什么情况？刘成坤拼死为楚风争取逃脱的机会，这楚风不仅不逃，竟然还说出这种话，莫非是疯了不成？楚风，你说什么？你有种给我再说一遍。而此刻，本已经占据绝对优势的红溪，竟也不再拼命地压制刘成坤长老，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只不过他此刻的目光可谓是相当的讽刺，那种眼神根本不像是在看一个人，而是在看一个傻子，一个蠢货，一个白痴。在他的眼中，此刻的楚风就是傻子，就是蠢货，就是白痴。我说，接下来便是你的死期。楚风笑着说道。我的死期？连身为1品5组的刘成坤都不是我的对手，只是区2品半组的你，哪来的自信？我差点忘记，你是天级血脉拥有者，你有雷霆铠甲和雷霆羽翼，能够将修为提升到4品半组。你有超越寻常半组的逆战3品战力，使用诸多手段之后，你便可与7品半组一战。这么想想，你还真是了不起啊！但是你不要忘记，我是一位真正的9品半组，而动用血脉之后，我的修为可以达到1品5组。莫说我动用血脉之力，就算我不使用血脉之力，也可以轻而易举的将你抹杀。你在我面前不过蝼蚁。红溪说道。你既然如此厉害，那我为何还活着呢？楚风笑眯眯地问道。若不是刘成坤阻拦，你早就死了。红溪说道。楚风淡淡一笑，随后看向刘成坤说道。既然这红溪这么自信，那便有劳刘前辈不要阻拦于他，不妨让这红溪大展身手，我也想看一看他是如何抹杀于我的。楚风小友，你这是？刘成坤也是一脸不解，不明白楚风到底卖的什么关子。刘前辈，我知道你与这红溪有着诸多恩怨，但今日却是我与这红溪做个了结的日子，所以刘前辈有劳了。楚风对刘成坤抱歉道。楚风的意思很是明了，就是让刘成坤退到一旁，无论红溪对他如何，都请刘成坤不要出手。这好吧。刘成坤一脸无奈，随后竟收回半城祖兵，真的退到了一旁。尽管这样做，他也感觉不可思议，可是刘成坤看楚风那自信满满的目光，就仿佛真的可以应对红溪一样，所以他也想看一看楚风是不是真的还有着其他手段。而与此同时，红溪也早就不再对刘成坤出手。
同样收回自己的半成祖兵，但他却没有立刻对楚风出手，而是看着刘成坤说道：“刘老头子，你别急，收拾完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畜生，我便来收拾你。”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变。洪熙的言外之意就是在说，他收拾楚风不过片刻的功夫而已。但事实上，以二人的实力差距，洪熙收拾楚风也的确不会用上太多的时间。楚风，你可做好了受死的准备？洪熙手握半成祖兵，对楚风大声喝道。楚风淡淡一笑，说道：“受死的准备没做好，倒是做好了弄死你的准备。刘前辈，麻烦你收回这个碗，我准备收拾这洪熙了。”楚风对刘成坤说道。楚风此话一出，莫说是洪熙，就连许多围观之人都笑了。一个区2品半祖，就算是天级血脉者，也绝不可能是洪熙的对手啊！究竟是哪来的自信，竟能说出这种话？但哪怕如此，刘成坤还是收回了自己的水晶小碗。他恐怕是在场之中唯一一个对楚风还是有那么一点期待的人了。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本来还想给你个痛快的，看来今日非要给你一些教训不可了。否则，你是不知道我洪熙的手段。洪熙出手了，他施展了一种独特的武技，祖籍武力所化作的无数只血红色的蝙蝠。那蝙蝠很小，但却有着尖锐的牙齿以及锋利的利爪，并且实力强横，五祖之下没人能够抵挡得住他们的攻击。最重要的是，那蝙蝠的数量极多，铺天盖地的，简直能够瞬息将一座浩瀚的城池吞没。而此刻，这些蝙蝠正在向楚风压迫而去，要将吃光楚风的肉，吸干楚风的血。这不是天境武技，更不是地境武技，连竞技武技都不是，不过是3段武技而已。这是血符咒魂术。然而，就是这区3段武技，却让刘成坤神色大变。他非常清楚，洪熙是一个多么残忍的人。作为陆阳阁逼供最出色的杀人狂魔之一，洪熙折磨人的手段非常之多。而这血符咒魂术虽然只是区3段武技，但却是洪熙折磨人最厉害的一种手段之一。曾经，他红蝶会的一位9品半祖的高手，本是一个非常有骨气的汉子，但就是因为被这血符咒魂术所折磨，竟然说出了红蝶会的一个分会，导致红蝶会的那座分会被屠杀得一干二净。由此可见，这洪熙的血符咒魂术是何其利奥的。毕竟那位高手可是9品半祖，连他都承受不住，楚风承受得住吗？所以在认出这血符咒魂术之后，刘成坤长老便准备出手了，因为他无法做到眼睁睁地看楚风遭受折磨。然而就在这时，楚风的身前却忽然张开了一道结界大门。那结界大门出现之后，道黑色的气焰便浮现而出，瞬息便充斥了那方天地，化作一道阻隔天地的墙，挡在了楚风的身前。而当那黑色气焰出现之际，洪熙那同样铺天盖地的血符咒魂术也是轰然而至，开始轰向那黑色的气焰。然而就在这时，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那血符咒魂术所化作的无数只血色蝙蝠掠入黑色气焰之中，竟然没有溅起丝毫的涟漪，就仿佛沙石入海，消失的彻彻底底。而很快的，那黑色气焰之中竟然传来一声怪叫，紧随其后，那恐怖的杀意也是弥漫开来。这种感觉是怎么回事？天哪，那是什么？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气息？感受到那恐怖的杀气，所有人都是神情一致，甚至有些胆小者更是面色苍白，瑟瑟发抖。然而就在下一刻，那铺天盖地的暗黑色的气焰竟然开始凝聚，很快的一道倩影便浮现而出。这又是什么情况？而看到这道倩影，莫说是男子，就连许多女子都是眼前一亮，甚至很多人都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美，实在太美了！女王大人的美貌，无论放在哪里，都能吸引无数人的目光，让人垂涎3尺。这个美女是谁啊？众人议论纷纷，毕竟之前可是没有看到蛋蛋的出现，所以他们都不知道蛋蛋是从何处而来，甚至都忘记了楚风开启的那道戒灵大门。修罗戒灵，楚风，难道你是修罗戒灵师？此刻倒是刘成坤术显开口了，并且此刻的刘成坤可谓相当的激动。刘成坤因缘际会之下，曾见过一位戒灵师，自然而然的也见过修罗戒灵，所以当看到那暗黑色气焰的时候，他便震惊不已，因为那种感觉是与修罗戒灵的气息如此之像。而看到蛋蛋之后，他更是确定蛋蛋乃是一只修罗戒灵，再加上之前那戒灵大门是楚风开启的，所以楚风多半是一位修罗戒灵师。此刻刘成坤当真是激动极了，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楚风会是一位修罗戒灵师。刘前辈，让您见笑了，晚辈的确是一位修罗戒灵师。楚风淡淡一笑，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不是吧，楚风他竟然真的是一位修罗戒灵师？这么说来，那位美女不是人类，而是一只戒灵，并且还是相传在7灵界之中最凶残的修罗戒灵。这一刻，在场之人都无法淡定了，毕竟修罗戒灵哪怕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如同传说一般，尤其是在下界之中，几乎很少有人能够看到修罗戒灵师。毕竟修罗戒灵师可是戒灵师中的王者，戒灵师中的规则是各个势力极力想要招揽的存在。你既然是一位修罗戒灵师，此刻居然连洪熙也是眉头微皱起来。身为陆阳阁的副阁主，他自然也很清楚修罗戒灵师的厉害，抛开实力不谈，单单是修罗戒灵师这个名号就足以让无数势力不惜代价的对其抛出橄榄枝。而楚风既然真的是一位修罗戒灵师，这对他陆阳阁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哟，还没真的出手，你便怕了？楚风讽刺的笑道。怕？区一只6品半祖的戒灵而已，比你也没强出多少，我会怕？有让我怕的资本吗？洪熙很是不屑的冷笑着。尽管他的确是有些怕了，但是身为陆阳阁副阁主的他却不能够将这种怕表现出来，否则便是丢了陆阳阁的颜面。事实上，洪熙非常清楚，现在的他已是骑虎难下，就算楚风是修罗戒灵师，也必须置楚风于死地，否则后患无穷。就算本女王只是6品半祖的修为，但若杀你，
也是轻而易举。淡淡说道：“果然有什么主子，就有什么戒灵。你们皆是大言不惭之辈。不过你倒是有着几分姿色，看在你的美貌智商，我决定不杀你，而是生请你，让你做我的玩物，每日在床上伺候我。”忽然，洪熙邪恶的一笑，随后便准备对淡淡出手，找死！见状，淡淡则是眼中寒光一闪，随后在其裙摆飘动之间，磅礴的暗黑色气焰便如火山爆发一般，自其体内喷发而出，最终化作一只巨大的黑色利爪，向那洪熙抓了过去。不，见此一幕，洪熙竟然失声大叫，因为在那黑色利爪的面前，他竟然连动都动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蕴含着致命威胁的黑色利爪向自己抓来。黑色利爪遮天蔽日，比化作巨兽的洪熙还要巨大，并且黑色利爪正面袭来，而洪熙竟然难以逃脱，最终只能被那利爪一把抓起，紧紧地抓住，尖锐的指甲都刺入了他那巨大的身躯之中，兽血四溢呀！而在被利爪抓住之后，洪熙便发出了凄厉的惨叫。起初人们还不明白，只是被抓一下，至于这么叫得如此凄惨吗？身为他这样的强者，不至于如此没有忍耐力吧？但是仔细观看，人们才发现，竟是他们错怪了洪熙，因为此刻的洪熙的确是很惨，洪熙的肉身正在被撕裂，一片一片的自身体脱离而下，而被脱离的肉身便又会被立刻炼化，可谓惨不忍睹。住手！给我住手啊！洪熙一边哀嚎一边嘶吼着，可是女王大人岂会理会他？不仅没有停手，反而是下手越来越重。忽然一声爆炸自洪熙的下体传来，洪熙那用来传宗接代的物件竟然爆炸了呀！这一刻，洪熙叫得更为的大声，竟然连眼泪都流了下来。别说是他，在场的所有男子看到这一幕后，都是感觉下面隐隐一痛。这一刻，他们都有了一个相同的想法，那就是遇到这种美女，绝对不能轻易的说流氓的话语，因为若是遇到如这位一样，表面美若天仙，实际上狠辣无比的魔女的话，定然会如洪熙一样悲惨。臭婆娘，你竟然废了我的弟弟，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洪熙悲愤地吼了起来。他非常清楚，淡淡用的是特殊的手段，所以他的那里是彻底被粉碎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生了。莫说他将要死去，就算能够活下去，他也一辈子都没法传宗接代了。而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只公蜥蜴，这是他无法接受的事情。看来给你的教训还不够，既然如此，那便让你感受一下修罗的恐怖。淡淡冷然一笑，随后眼中寒芒愈浓，随后那暗黑色的利爪之中，竟然又延伸出道道黑色气焰，那黑色气焰宛如利刃一般钻进了洪熙的体内。啊！这种情况之下，洪熙的惨叫也是越来越悲惨，静听的围观之人都毛骨悚然。虽然人们不知道那钻入洪熙体内的黑色气焰究竟对其做了什么，但是此刻带给洪熙的痛苦，定然是他们无法想象的。此时此刻，许多人都是颇为感慨，想着洪熙折磨了一辈子人，却不曾想这最终竟然也落得了被人折磨的下场。不过淡淡还是颇为人道的，在硬生生的撕裂了洪熙的肉身，随后又活生生的炼化了洪熙的本源之后，便将洪熙抹杀了。事实上，当本源被炼化后，就算淡淡不想杀他，洪熙也是难活。当斩杀了洪熙之后，淡淡便乖巧地回到了楚风的戒灵大门之内，没有过多的逗留。但是那些围观之人却是目瞪口呆。此时此刻，这方天地鸦雀无声，寂静的可怕。不是人们不想说话，而是没有人敢说话。见识到了淡淡的手段和霸道之后，他们真的害怕，害怕淡淡一个看他们不顺眼，便让他们落得了如洪熙一样的下场。修罗，传说中的修罗戒灵，他们今日总算见识到了，所以他们都信了。相信了，为何都说修罗戒灵是欺灵界中最强大、最凶残的存在？楚风小友，你可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啊！众人目瞪口呆之际，刘成坤长老则是踏空而行，走到楚风近前，一脸的激动。今日多亏刘前辈，否则怕是我楚风的结束。楚风抱拳谢道：“经过今日之事，他对这刘成坤的印象可谓相当之好。说来惭愧啊，楚风小友根本无需我帮忙，可我却非要插手，真是汗颜。”刘成坤一脸惭愧地说道。在他看来，楚风的戒灵如此强横，就算他不出手，楚风也能够轻易斩杀洪熙，反倒是他非要出手，倒是耽搁了楚风斩杀洪熙。前辈，若不是您为我争取时间，怕是我无法胜过那洪熙。楚风说道。是怎么回事？刘成坤目光变化，好奇地问道。一言难尽，前辈，我们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然后我再慢慢与您说起。楚风说道。好好好，我们走。刘成坤连连点头，随后便身形一晃，引入虚空之中，而楚风也同样引入了虚空，开始暗中赶路，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的神啊，这楚风到底是何方神圣？怎么会这么厉害？强，太强了！他根本不用出手，只是一只戒灵，竟然就杀了大名鼎鼎的洪熙，那可是陆阳阁的副阁主啊！那只修罗戒灵也未免也太恐怖了一些，明明只是6品半祖，怎么能够杀得了1品5祖呢？这逆天战力也太夸张了吧？岂不是说他有逆战4品的逆天战力，比天族之人还要厉害？4品不止吧？4品战力怎么可能如此轻易的就抹杀洪熙？依我看，他是逆战5品。楚风与刘成坤走后，在场之人顿时就像是解开了缰绳的野马，一个个的不仅能撒欢了，更是能说话了。而他们必须说话，把肚子的话全部说出来，把内心的震惊表达出来，否则他们非得憋出病来不可。因为今日真可谓让他们大开眼界，恐怕此生此世他们都会牢牢记住一个名字，那便是楚风。至于楚风，此刻也是心情大好，淡淡的实力太强了，虽然说是逆战4品，但是1品5祖在淡淡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所以别看淡淡只是6品半祖，但是在楚风来看，他就算是遇到2品5祖也是能够一战。6品半祖战2品5祖这种事情
就算说出去，恐怕都没有人相信吧。当真是太过逆天了一些。我的女王大人，你到底是何来路？是只有你这么强横，还是说你们修罗界的界灵都这样强横？楚风好奇地问道。想知道吗？很简单啊，你再召唤几只修罗灵界的界灵不就好了？淡淡撇嘴说道。算了吧，召唤那么多界灵有何用？我有淡淡一个足矣。楚风说道。真的假的？淡淡一脸不信地问着，可是眼中却有着淡淡的窃喜。当然是真的，我有你就够了，我的淡淡宝贝。楚风笑嘻嘻说道。呸，少占我便宜，叫女王大人。淡淡说道。是我的女王大人。楚风赶忙回道。这还差不多。淡淡甜甜的一笑，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情也是大好。淡淡炼化了一个1品5祖，你的修为可有长进？楚风好奇地问道。哪里是1品5祖，那家伙的真实修为不过9品半祖而已。虽然9品半祖看着不错，可却根本无法让我提升修为，毕竟我杀他如杀狗，这种实力的怎么可能让我提升修为？想让我提升修为，你便要抓紧提升修为，只有你变强了，我才会变强。你也不想一直是我罩着你吧？淡淡笑眯眯地说道。当然。楚风点了点头，他的确不想一直被淡淡保护着，他想要保护淡淡。好了，你专心赶路，多陪那个老头聊聊天吧。本女王休息一下。淡淡说着，便躺在了界灵空间之中，好好休息。淡淡虽然去休息，不肯陪楚风聊天了，但楚风的脸上的笑意却是丝毫不减。女王大人在的感觉和不在的感觉完全不同，只要有女王大人在，楚风的心便不空。而至于楚风对女王大人说的那番话，其实乃是他的真心话。楚风现在不是没有召唤界灵的能力，相反，只要他想召唤，别说是几个，就算是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楚风都能够召唤得出来。可是楚风却不想那么做，毕竟众所周知，界灵在这个世界提升修为可是需要吞噬本源的，而吞噬本源就要不断的进行杀戮才行。楚风不会无缘无故的杀人，杀强者的话难，而只杀弱者的话，界灵得到的好处也是非常之少。所以哪怕淡淡一个，楚风养起来都是极难的。若是召唤那么多只界灵，那么以后杀死人的话，那本源的分配也成问题。楚风不想亏待淡淡，只想将本源给他一个人，可若召唤了其他界灵，也不好太偏心，索性楚风便不召唤了。除此之外，楚风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同为修罗界灵，怕是其他修罗界灵也没有淡淡这么厉害。他母亲费尽手段，只将淡淡与那个血迹封印在他的体内，绝对是有原因的。所以与其召唤出一些实力不如淡淡的界灵，楚风还不如不召唤。就像是楚风的五行秘技一样，五行秘技召唤出来，修为会比楚风高出1品。比如楚风现在是2品半祖，但5个五行秘技召唤出来，便是5位3品半祖，这看上去是比楚风厉害，然而却并非这样。楚风有逆战3品战力，就算是2品半祖的修为，也能够斩杀寻常的5品半祖，甚至他能够与6品半祖一战，这是天级血脉的力量。每一个天级血脉拥有者都有着如此逆天的实力，但是五行秘技却不行，他们在半祖境并没有优于其他半祖的逆天战力，最多只能与他们同等修为的强者一战，甚至还未必能够胜过对方。毕竟就算他们再强，可始终只是秘技，而他们的对手却是实打实的修武者。所以现在的五行秘技除了能够让楚风在战力相差不多之人面前有不死之身外，对战斗方面的帮助几乎已经没有。楚风，你这修罗界灵好是厉害，虽然他的修为没有我之前见过的修罗界灵强，但是他竟然能够轻易的斩杀虹吸，他的逆天战力至少达到4品甚至5品，而我之前见到的那只修罗界灵只是逆战3品而已。就在这时，与楚风一同赶路的刘成坤长老忽然开口了。刘前辈，你见过其他的修罗界灵？楚风好奇地问道。见过，老夫有幸曾见过一次，那是来自某个上界的界灵师，非常的厉害，但我觉得你总有一日会成为比他还厉害的界灵师，因为你的年龄这么小就有了如此修为，我从未见过像你这么厉害的，并且你的界灵也比那位的界灵厉害，至少战力要强过那位的界灵，所以我觉得你我日后的成就绝对会超越那位，这百炼凡界留不住你。刘成坤说道。果然，我的女王大人是与众不同的。楚风嘴角的笑意更浓，刘成坤这番话已经确定了楚风的猜测，淡淡果然是修罗界灵中比较厉害的存在。而这一刻，说好去休息的女王大人甜美的声音则是再度响起，说道，想不到这里也有修罗界灵师，岂不是说有朝一日我又有机会与我们修罗界的家伙们交手了？是啊，我也很想会一会修罗界灵师呢。楚风也是颇为期待的说道。在说话之间，楚风3人已经进入了一座山脉之中，这山脉不是很大，但山脉内外甚至方圆几10里内都没有一个人，可在这山脉之中却有着一个隐秘的地宫。不用刘成坤说，楚风便知道这一定是红蝶会的地盘，只是这地宫之内竟然一个人都没有，似乎已经被弃用了。而就在这时，自那的宫深处忽然有3道身影飞掠而来，为首的是一位黄发男子，楚风之前就见过，也是红蝶会的人。当日楚风他用特殊手段隐藏了修为，但今日却没有，楚风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位9品半祖，实力虽然弱于刘成坤，但也是极强。而另外2个正是唐英以及他的婢女阿彩，之前唐英与阿彩逃走，刘成坤就暗中派人去将他们接走，而接走他们的正是这位黄发男子。而见到楚风，唐英以及阿彩的脸上都露出了惊喜般的笑容，显然他们也都没有想到楚风居然还能活下来。拜见长老大人。那位黄发男子靠近后，先是对刘成坤施以一礼，随后竟也对楚风施以一礼，说道，见过楚风小友，前辈您太客气了。楚风赶忙回礼，他看得出来这黄发男子的年龄可比他大得多，也是一个活了几千年的人物。楚风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叫做黄洛，乃是我红蝶会的长老。刘成坤介绍道。楚风见过黄前辈。楚风再度抱了抱拳。
楚风小友，千万别，我黄洛承受不起啊！黄洛哈哈一笑，看得出来他对楚风印象也是非常好，否则不会这般客气。长老大人，看来您成功了，那红熙被您杀了。黄洛一脸兴奋地问道。的确是杀了，但却不是我杀的，而是楚风小友。刘成坤说道。什么？听得此话，莫说是黄洛，就连唐英以及那阿彩也是神情一致，满目吃惊。你们一定还不知道，楚风小友乃是一位修罗界灵师吧？刘成坤笑着对三人说道。修罗界灵师？果不其然。听得此话，黄洛三人又是一惊。换作寻常人这样说，他们三人肯定不信。可是刘成坤不像是爱开玩笑的人，所以他们都信了。只是他们仍然是有些难以接受，毕竟修罗界灵师是那样的稀少。楚风，你未免太厉害了吧？你居然是修罗界灵师，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唐英简直欣喜若狂，他早就知道楚风是龙纹界灵师，却不知道楚风乃是修罗界灵师，而修罗界灵师实在太非同小可。举个例子来说，同样是龙纹界灵师，修罗界灵师的身价远非其他界灵师可比。你也没有问我呀？楚风淡淡的笑道。可是就算是修罗界灵师，楚风小友也不能击败红熙啊！莫非楚风小友你隐藏了修为？黄洛好奇的问道。你错了，楚风小友的修罗界灵非常之强，楚风小友只用一只界灵便将红熙斩杀，而且红熙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刘成坤解释道。听得此话，三人皆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他们已经听出来了，楚风自身是不可能战胜红熙的，是楚风的界灵斩杀了红熙。可是正常来说，界灵都比主人弱，最多也就是与主人修为相同，但是楚风的界灵竟然比楚风还要强，这便侧面的说明楚风的界灵之术很强，否则凭什么驾驭比他强横的界灵？唐英、阿彩，你们两个有什么打算？是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还是加入红蝶会？楚风对唐英道。他之所以跟随刘成坤来到这里，其实就是为了唐英加入红蝶会。听得此话，唐英与阿彩皆是目光一变。我与刘前辈商量过了，只要你们愿意，红蝶会愿意收留你们。楚风说道。的确如此，若是你们愿意加入，我红蝶会便是你们的家。刘成坤也是点了点头。谢谢前辈好意，也谢谢楚风。不过我们真的不想再麻烦你们了，尤其是楚风，我们相识不久，你便救了我多次，并且在你清楚地嘱咐我要我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后，我竟然又被红熙抓住，甚至还连累了你，我真的是太受到此事。唐英一脸愧疚，过去的事就被提了，别忘记咱们可是朋友，并且我还是你的护卫。楚风笑着说道。楚风，谢谢你，你是我唐英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人，但是我真的不想再麻烦你了。唐英说道。这么说来，你是准备带着阿彩远走高飞？楚风已经明白了唐英的决定。唐英点了点头。这样的话，我便再为你们再易容一次吧，记住这一次可要走得远一点。楚风说道。其实上一次与唐英告别，他已经为唐英改变容貌了，但唐英还是被红熙他们抓到，并且将容貌给变换了回来，所以这一次楚风准备好好弄一弄，争取让龙纹界灵师都看不穿唐英的容貌是改过的。楚风，将我们的容貌改得平凡一点吧。唐英说道。听得此话，楚风神色一动。唐英虽然谈不上绝世美女，但也是有着几分姿色的，就连阿彩也是颇具姿色。正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是女子。可是唐英现在居然提出这种要求，那便说明她是真的准备平凡的度过余生了。好吧，最终楚风也是点了点头，随后便为唐英以及阿彩易容。这一次楚风弄得格外仔细，就算是龙纹界灵师也不看不穿他们是易容之后的面容，只不过他们二人此刻的容貌却不及自己原本容貌的1/10。楚风看着倒是颇为心疼，尤其是唐英，毕竟是唐家小姐，原本可以荣华富贵，过得很幸福，只是可惜人心难测。楚风，谢谢了。看着自己改过的面容，唐英以及阿彩竟没有一丝失落，反而很是欣喜，毕竟这对于他们来说等于是一个重生的机会。走吧，我送你们一程。楚风说道。他还是放心不下唐英以及阿彩，所以想亲自将他们护送到远离陆阳阁所掌控的区域。楚风，我真的不想再麻烦你了。唐英摇了摇头说道。让我们自己走吧，既然这样，那我送他们吧。黄洛说道。不必了，真的不必了，我不想再麻烦大家了，毕竟我也是修武者，我本就生存在一个险恶的修武世界，你们能保护我一时，却不能保护我一世，让我们自行离开吧，我也是时候成长了。唐英说道。见唐英这么说，刘成坤以及黄洛也都不知该说什么，而是纷纷看向了楚风，毕竟唐英是楚风的朋友。那好，唐英、阿彩，你们两个多保重。楚风也是没有勉强唐英、楚风两位前辈，你们对我们的帮助，我会铭记一辈子，再会了。此话落下，唐英以及阿彩分别对着楚风三人施以大礼。见状，楚风三人倒也没有阻拦，他们都知道唐英有心结，这样做他反而会舒服一些。之后，唐英以及阿彩便离开了。尽管唐英尽量隐藏自己的情绪，可楚风却还是看得出来，他很是不舍，不舍却偏要离开。他只是不想做楚风的累赘。两位前辈，今日多谢你们搭救，今日之恩，楚风无以为报。这些半城祖兵，望你们收下。楚风将4件半城祖兵取了出来，这有唐曹两家家主的，还有那位元稹长老的，自然也有那红熙的。楚风，今日其实是你救了我，这个我万万不能要。刘成坤连连拒绝道。前辈，我们本是萍水相逢，可你却不顾生命危险出手相救，你们若不接受，我楚风心里难安。楚风说道。若真是这样的话，那根本不用这样。楚风小友，我只有一个请求。刘成坤说道。前辈请讲。楚风说道。可否加入红蝶会？刘成坤说道。听得此话，楚风面露为难之色，他真的不想加入任何势力，因为他的确有苦衷。哈哈，楚风小友，莫要当真，我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见楚风为难，刘成坤似是开玩笑的笑了起来。
可是笑着笑着，刘成坤忽然脸色一变，随后嘴巴一张，一大口鲜血便喷洒而出，竟直接喷在了楚风的身上。一口鲜血吐出之后，刘成坤的身体便开始剧烈抽搐，很快的便昏眩了过去。但哪怕已经昏迷，可他的身体还是不断抽搐着。前辈见状，楚风赶忙布置一道疗伤阵法，让刘成坤平躺了上去，随后又将精神力融入其体内，为其诊治伤情。我去，这老头也太想不开了，你不过是又拒绝了他一次，他居然自残。淡淡很是惊奇的说道：不，他不是自残，也不是受伤，他是病了。楚风说道：病了。听得此话，淡淡也是神色一变，他不明白，好端端的怎么就会病了？的确病了，而且很重，应该是旧病复发。楚风说完此话，便闭口不言，而是赶忙又布置一座阵法，为刘成坤治病疗伤。而这一次的阵法非常的厉害，甚至楚风还加入了许多疗伤的奇药，以此来为刘成坤治病。但是这病实在太难治了，楚风用了足足1日1夜的时间，才总算将刘成坤的病情稳定住了，但也只是稳定住而已。楚风惊愕地发现，他竟根本无法治好刘成坤的病，甚至现在都没办法让刘成坤醒过来。楚风小友，你可真是厉害！就算是我们会长大人亲自出手，可也至少要2日2夜的时间，才能稳定住刘长老的病情。想不到你只是1日就做到了。黄洛上前说道：这么说来，你们早就知道刘前辈的病？楚风问道。楚风，不瞒你说，刘长老这乃是不治之症，只有仙袍界灵师可以医治，但就算仙袍界灵师，也要每日定时为他医治，并且要连续1年才能根治。而仙袍界灵师那种存在，怎么可能耗费1年时间为我们这种人治病？所以刘长老这病真的可谓是不治之症了。事实上，刘长老这病已经到了晚期，他活不了多久了，否则他也不会这么快就复发，真是越来越不稳定了。黄洛一脸感伤地说道。得知此事，楚风顿时心中一沉。虽然与刘成坤相识不久，可楚风非常欣赏刘成坤，且对他心怀感恩之情。可只要想到这样的好人竟然因身患重病而时日不多，楚风真的感觉很是不甘。楚风，其实我们这次会出现在唐家，可不是偶然，而是刘长老特意带我去的。他是收到了消息，推断你可能会去救唐英，所以才想去帮你的忙。刘长老他真的很欣赏你，他非常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红蝶会。他还说过，你不加入我们红蝶会是我们红蝶会的损失，但他也说过，就算你不加入我们红蝶会，也不希望你这样的人才陨落在陆阳阁的手中。说来惭愧，刘长老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还劝过他，劝他不要因为你而去冒险，因为我非常清楚，就算是刘长老也没有把握战胜洪熙，只是他却不肯听我的劝。所以楚风啊，刘长老真的是在去唐家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也要帮你一把的准备。黄洛说道。听得此话，楚风的心里更难受了。楚风，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性情中人，我也知道你得知此事后肯定不好受。其实你也不要太难受，因为刘长老之所以愿意为你牺牲自己，那也是因为他时日不多了，与其被病魔折磨致死，他更愿意有意义的死去。而在他看来，若是能够因救你而死，便是一件有意义的事。黄洛说道。前辈，你也不用这般，既然仙袍界灵师可以医治，那刘长老便不会死。楚风说道。仙袍界灵师的确可以治，只是我们已经尝试着找过仙袍界灵师了，但是黄洛没有将话说完，却是忍不住长叹一声。而楚风其实是想跟他说，总有一日他能够成为仙袍界灵师，若那个时候刘成坤还在，那他愿意为刘成坤医治病情。只不过楚风不想说大话，毕竟他如今还不是仙袍界灵师，他也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成为仙袍界灵师，所以他才没有将这话说出口。然而就在这时，这地宫忽然一阵摇晃，一阵强大的波动自地表之上冲击而来。糟糕，莫非是陆阳阁的人追了过来？黄洛顿时神情大变。黄前辈，你先待在这里，我去外面看看。楚风说话间，便自那地宫飞掠而出，隐藏气息，掠上了高空。只不过站在虚空之上，扫视下方的山林，楚风却并没有发现陆阳阁的身影，甚至没有发现任何毁坏过的痕迹。无奈之下，楚风只能将目光投向了那震动传来的方向。那是，而动用天眼之后，楚风惊愕地发现，在那震动传来的方向，竟然涌现出了一片霞光。这片霞光很美，可是只有在天眼之下才会显现，若不用天眼，根本就什么都看不到。这霞光不对劲，来此之前并没有，可能是人为。楚风看不透那霞光，但却想要一探究竟，于是将身体引入虚空，便开始向那霞光覆盖的位置小心翼翼地靠近。终于，楚风进入了霞光所在的地方，这是位于山中的一座湖泊，而那寻常人看不见的霞光便覆盖了这整个湖泊。进入湖泊之后，霞光越来越浓，在那浓郁的霞光之中，楚风的精神力竟然失效了，他的天眼也失效了。莫非是至宝？这一刻，楚风隐约间觉得这霞光应该是来自一种至宝，否则不可能隔绝楚风的精神力，甚至隔绝了天眼的观察力。虽然无法确定这是什么至宝，但楚风却能够确定，这一定不是陆阳阁的人。是何人来到此处？是何人使用如此至宝？他究竟有何目的？莫非这湖中有什么宝贝？带着种种疑问，楚风继续前进。可是越是前行，楚风可视的距离便是越短，到的最后，楚风竟然只能看清10米之内的东西，超过10米，楚风便很难看清，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这种情况之下，楚风不敢大意，他虽然隐藏着气息，却拿出了自己的岩浆帝君剑，在隐藏起岩浆帝君剑的光芒后，便愈发小心地向前挺进，因为他有预感，距离那宝贝已是越来越近。终于，楚风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身影终于进入了楚风的10米视线之内。只是看到那道身影之后，楚风却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看到了一位女子，非常的美，虽然比不上蛋蛋，但却绝非唐英可比。那挺翘的鼻子，
丰润的小嘴配上那性感的瓜子脸，可以说此女容颜相当不错，并且除了精致的脸颊之外，女子的身材也是非常的好，前凸后翘，堪称魔鬼身材。尤其是此女皮肤非常的好，白皙如雪，却有晶莹透彻，宛如珍珠一般明亮。但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美女，此刻竟是一丝不挂的，就那样光着身子出现在了楚风的视线之内。她不是在洗澡，似乎是在疗伤，因为她盘坐水底之中，周遭还有结界阵法，且双眼也是紧紧的闭着，唯有那长长的睫毛在微微的颤动。然而就在这时，那女子紧闭的双眼忽然睁开，当她看到楚风之后，一双眼眸之中顿时涌现出了吃惊之色。显然她是被吓了一跳，但很快的她的惊恐与吃惊便被磅礴的杀意所取代。你去死！女子看到楚风，顿时一拳轰来，10米距离之内，那攻击瞬息而至。一品半祖，这名女子的年龄应该与楚风相仿，但却有着一品半祖的修为，当真是实力不弱，甚至她还有着逆战2品的战力。也就是说，她虽然只是1品半祖，但却具备着3品半祖的力量。只不过她这样的实力对于同龄人来说很强，但放在楚风面前却算不上什么，至少她根本无法伤到楚风。楚风意念一动，便将那迎面而来的一拳之威化解。我不是故意的。楚风说完此话，便飞掠而出，掠出了湖面。楚风本想一走了之，可总觉得这样不妥。不管怎么说，人家一个黄花大姑娘的身子是被自己看到了，不管有意无意，道个歉总是要有的。于是楚风百年站在湖面之上，等候那女子现身。果不其然，很快的那种霞光开始向湖内涌去，很快便彻底消失。紧随其后，一道水浪冲天起，一道身影也是出现在了楚风的身前。这正是那名女子。只不过这名女子此刻已经穿上了衣服，一袭淡绿色的长裙在身，将此女衬托得宛如精灵一般。但是不知为何，尽管此女已经穿上了裙子，可看着眼前的她，楚风脑海中却总能浮现出她一丝不挂的样子。忽然，女子掌心出现一把利剑，那利剑不过3尺长，同样是淡绿色，但此剑一出，一股磅礴的威势便席卷开来。那不是寻常的剑，而是一件半程祖兵。就算动用半程祖兵，你也打不过我，不如咱们和平解决吧。楚风说道。混账色魔，你给我报出名来！女子剑指楚风，怒声喝道。色魔，你搞错了吧？我可不是故意看你的。再者说了，我若真是色魔，我有必要逃吗？你的实力根本不如我，我大可以直接将你办了，何必只是看你一眼？楚风说道。听得此话，此女小脸气得通红，但却也觉得楚风所说似乎并无道理。你少狡辩，若不是为了看我，为何要出现在这里？女子问道。我本在山林之中休息，是你让山林一震，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便掠空观察，而我看到阵阵霞光，便觉得有些诡异，所以才去一探究竟的。楚风解释道。你能看到霞光？女子问道。能。楚风点了点头。那你怎么突破那层霞光的？女子问道。突破？根本没有阻碍，何来突破之说？楚风问道。什么？你没有遇到防御结界？女子问道。显然没有。楚风耸肩说道。那死老头子居然敢欺骗我！忽然，女子大怒，说话之间取出一个水晶球，随后便向远处丢去。见状，楚风则是手掌一探，将那水晶球给抓了回来。那能够封锁精神力的霞光，便是这水晶球发出的。楚风对那水晶球仔细的打量了一番，随后对女子问道。这球你是从何得来？你管呢？把东西还给我！女子探手说道。你都不要了，我捡来很正常，现在这是我的了。楚风开玩笑的说道。谁说我不要了？我只是丢着玩的。女子狡辩的说道。见状，楚风则是一笑，随后便将那水晶球丢给了女子，说道。这水晶球的确能够散播出阻止精神力的波动，但根本没有什么防御结界。死老头子，果然是骗我！听了楚风的话，女子越发愤怒，气得咬牙切齿，但却将那水晶球收了起来。可忽然之间，女子的脸色竟然急速变化，变得火红，一股炙热之感也是随之传来。与此同时，女子的身体顿时变得无比虚弱，就仿佛下一刻她就会死去一般。该死！见状，女子身形一转，便掠入了那湖泊之中。见状，楚风则是眉头微皱，目光一阵变化，最终楚风也掠入水中，竟然跟了过去。你跟着我干嘛？还没看够吗？见楚风跟来，女子一脸不爽地问道。你这是病？以你的戒灵之术，就算脱光衣服在这湖中浸泡也医治不好，而我倒是可以帮你。楚风说道。楚风说的是实话，他已经看出来了，女子这身体的变化乃是因为她身患了特殊的病，而楚风也能够联想到女子为何要脱光衣服在水中疗伤，那是因为这的确是一种有效的疗伤方法，只是女子的戒灵之术不够强，不过是驱虫文级的黄袍戒灵师，这种级别的戒灵师很难在短时间内缓解病情。居然看出了我有病！女子目露惊讶的目光，但同时也有警惕之色。我先前不小心看到了你的身子，但绝非故意，要怪只能怪你用那个破水晶球，你若不用散发出只有戒灵师能看到的霞光，我可能还找不到你，但你用了，便把我吸引了过去。不过不管怎么说，我的确是看了你的身子，所以我要对你说声抱歉。为了补偿，我愿意免费帮你稳定住病情。楚风说道。少扯，我这病只有龙纹或者龙纹以上的黄袍戒灵师才能在短时间内稳定住。女子说道。所以我可以。楚风说道。骗子，你这个年纪怎么可能会是龙纹戒灵师？女子一脸不信，甚至有着深深的鄙视。她肯定是觉得楚风在吹牛皮，这样你信了吗？楚风意念一动，一道龙纹级黄级结界之力便自其之间掠出，围绕着楚风盘旋。你竟然真的是龙纹戒灵师！见状，女子眼眸顿时放大，一脸的吃惊。怎么样，用不用我帮忙？若是我出手，你便不用脱衣服了。
但若是靠你自己，恐怕还要脱衣服，并且短时间之内还没有办法稳定住病情。而你现在的情况，也没有办法远离此处，只能在这湖中治病。万一有人靠近此处，如我一样看到了你，我可不敢保证他会像我一样正人君子，不对你做过分的事。楚风说道：我告诉你，我乃落霞谷当家长老苏景睿的真传弟子，你若是敢对我如何，我要你吃不了兜着走。女子恶狠狠地威胁道：既然不用，那就算了。楚风起身便要离开这湖泊。喂，谁让你走了？我是让你为我治病，但是你却不能对我有非分之想。女子大声说道：我像是那种人吗？楚风问道。像。女子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真是猪脑子。楚风无奈地叹了口气，随后大袖一挥，道结界之力便飞掠而出。随着楚风的双手急速变化，结界之力也是不断变化，转眼之间便化作了一道金芒闪烁的结界阵法，且笼罩在了那女子的身上。这个家伙！而看到楚风布置的结界阵法之后，那女子惊讶的目光之中，竟然涌现出了惊叹之色。同为界灵师的她，没有想到楚风不仅是龙纹界灵师，且结界之术竟然还如此精湛。在见识到楚风的手段之后，女子也开始配合。这样一来，楚风为她治病，倒也轻松了不少。而在楚风的一番努力之下，终于稳定住了这女子的病情，至少在短时间之内不会再犯。只是这女子的病虽然稳定得快，可实际上却比刘成坤长老的病还要严重，就算是仙袍界灵师，他也难以根治。楚风真是不知道这女子为何会得这样厉害的病。最重要的是，这病似乎是先天的，也就是说，她出生之时就注定她患有这种病。想不到你还真有两下子。喂，你叫什么呀？哪个势力的？我怎么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人物啊！居然小小年纪就有2品半祖的修为，且有逆战3品战力，简直能和天族的那帮混蛋们比一比了。不过，我觉得你比他们都强。而最重要的是，你竟然还是一位龙纹界灵师，且界灵之术之扎实，比我见到的其他龙纹界灵师都要厉害。快说，你到底是谁啊？你这样的家伙，不可能是无名之辈。女子病情稳定后，便对楚风不停地问道，已经全然忘记了楚风之前看他身子的事情。你难道不知道问人名字的时候要先说自己叫什么吗？楚风说道。我叫徐依依，是落霞谷的弟子。女子说道。我叫楚风。楚风说道。什么？你就是那个楚风？听得此话，这个叫做徐依依的女子再度目露惊讶之色，只不过这一次的惊讶竟比先前几次加到一起还要浓郁，就连小嘴也是惊讶的微微张开。你认识我？楚风问道。不认识，但我听说过你没去救你那个朋友。也是，你这样的修为，若是跑去救你朋友，就连你的小命也肯定是要搭进去。徐依依说道。听到这里，楚风是明白了，当时洪熙为了抓楚风，可是到处传播消息，想必是这个徐依依也收到了那个消息。我只是稳定住了你的病情，可没有根治。我劝你还是快点赶路吧，免得你再犯了病。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么好心，不仅不趁人之危，反而还出手相助。楚风说道。哟，听这语气是不高兴了呀？是不是因为我说你不救你朋友，侧面的贬低了你不仗义，所以你生气了？徐依依笑嘻嘻的问道。你我已然两不相欠，再见。楚风说话之间便引入虚空，毕竟他出来是打探状况的，搞不好现在黄洛现在是多么的紧张呢，所以楚风还是要尽快回去和黄洛说明一下情况的。喂，等一下，我有东西要送你。见状，徐依依赶忙开口喊道。只不过楚风帮他只是想补偿他，毕竟自己不小心看到了人家，现在补偿了便是真的两不相欠了。楚风自然不会再接受他的东西，所以楚风不是没听见徐依依的呼唤，而是不想接受他的东西。真是个小气的男人，怎么玩笑都开不起。你看了我都没你怎么样，怎么我开个玩笑就跑了？而见楚风离开，徐依依则是颇为不爽的撅起了小嘴，张开手掌看了看掌心那块令牌，摇了摇头。是你太小气，可不是我不帮你。话罢，徐依依便娇躯一纵，如青光一般掠入云层之中，向远处飞掠而去。而那个方向竟是陆阳阁所在的方向。至于楚风，自然没有注意徐依依离去的方向。此刻的他已经回到了地宫之中。刘前辈，你醒了。回来之后，楚风顿时面露喜色，因为刘成坤已然苏醒。楚风，我已经听黄洛说了，是你帮我稳定住了病情，我真是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刘成坤说道。前辈，这都是晚辈应该做的，您现在感觉怎么样？楚风关切地问道。我一点也不夸张地说，这次是我每次犯病醒来后最舒服的一次。楚风小有的界灵之术果然厉奥的，同为龙纹级黄袍界灵师，你的界灵之术已然超过我们的会长大人。楚风小友，你真不愧是修罗界灵师啊！刘成坤很是赞赏地说道。前辈这样夸我可是会骄傲的。楚风尴尬地挠了挠头。楚风，看来先前的动静与陆阳阁无关。黄洛问道。他见楚风回来后一点紧张的神情都没有，便已经猜出了事情的一二，但还是要确定一下自己的猜测，只是一个路过者，并非是陆阳阁的人，且修为只有1品半祖，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楚风说道。那便好。黄洛放心地点了点头。楚风小友，老夫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你可否到我？刘成坤说道。可是刘成坤这话还没有说完，楚风便抢着说道。若是刘前辈想邀请我去红蝶会做客，那便不用说了。听得此话，刘成坤略显尴尬，后面的话便说不出来了。而黄洛也同样是一脸尴尬，他们都想到过楚风可能会拒绝，但却没有想到楚风会拒绝的如此干脆。因为就算刘前辈不邀请我也想着恳求刘前辈能否带我去红蝶会看一看。楚风笑着说道。听得此话，刘成坤与黄洛皆是面色大喜，他们真是没有想到楚风说话竟然来了一个大喘气。他们更没想到的是，楚风居然答应了要去他红蝶会做客。好，我红蝶会能够请到楚风小友这样的贵客，乃是我红蝶会的福气。等我们会长大人见到你，
也一定会非常的喜欢你的。刘成坤很是高兴，简直就是欣喜若狂。前辈，您可就别高抬我了。其实这话应该是我说的。楚风说的是真心话，他如今对红蝶会多少是有一点了解了。红蝶会是一个只活动在陆阳阁称霸的势力范围，一个敢与陆阳阁对着干的势力。同时，红蝶会也是陆阳阁极力想要铲除的对象，所以红蝶会各个分部以及总部都建在无人知晓的地方，行踪很是隐秘，唯有红蝶会的人才知晓。尤其红蝶会的总部，那个是最大的机密，甚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迁移，资格不够的红蝶会成员都无法得知红蝶会总部的位置所在，更别说楚风这样一个外人了。可是现在，刘成坤长老竟然邀请楚风到红蝶会总部去做客，这乃是绝对的信任。决定之后，楚风便跟着刘成坤与黄罗二人径直的来到了一座小城之外。小城虽然不大，但只是与这百炼凡界的其他城池相比，若是与九州大陆相比的话，这座城俨然可以算是一个小型国度，其中错综复杂的势力数不胜数。但据刘成坤说，这座城最强的乃是此城的城主，修为不过是半地巅峰而已。小城在城主的主持之下，一切井然有序，城中百姓也可谓安居乐业。但任凭是谁都不会想到，在这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城池的下方，竟然还有着一个地下城池，而那里便是红蝶会的总部。眼下，楚风已经跟随刘成坤二人进入了这个地底世界之中。虽然说是地底世界，可是因为强大的结界之术，这个世界之中也有着蓝色的天空、白色的云朵以及炙热的太阳，并且太阳不仅散发着炙热的光芒，还会东升西落，这看上去就像是另外一方天地。但楚风只看一眼便知道，这是界灵师的手段而已。简单的说，这个地底世界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空间，由龙纹界灵师开辟出来的空间。虽然是独立的空间，但在这空间之内还有着多重极为厉害的守护大阵以及攻杀大阵。想要通过那些结界阵，就必须通过一道结界大门，而在那结界大门之外，却整齐地站着足100位半祖级的强者。这些守卫一个个目光凝重，警惕地打量着四周，且手中皆是握着半成祖兵，当真是不辜负守卫之名。至少楚风还是第一次看见有如此认真的守卫。拜见长老大人。但是当那些守卫看到刘成坤之后，却是目露恭敬之色，纷纷对其施礼，并且护卫们也是赶忙打开那结界大门。辛苦了。刘成坤对守卫说道，丝毫没有长老的架子，发自内心的关切这些护卫。不辛苦。护卫们一同回道，声音洪亮，可以从他们的态度中看出来，他们对刘成坤也是发自内心的敬重。哟，这不是刘长老妖，您老人家终于肯回来了。然而还不待刘成坤与楚风三人走进去，自那结界大门之内便传来一道声音。抬头一看，楚风顿时目光一变，那是两个人，一位中年的模样，一位青年的模样。而那个青年楚风见过，乃是当日刘成坤他们第一次找到楚风的时候，看楚风很不顺眼的那个家伙。楚风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做赵晓。至于那中年男子，面容与赵晓有着几分相似，楚风觉得这位中年男子多半就是这个赵晓的父亲了。这两位此刻都没有隐藏修为，赵晓的修为竟与楚风一样，乃是一位2品半祖。至于赵晓的父亲，修为则是与黄洛长老一样，乃是一位9品半祖。忽然，赵晓的父亲看到了楚风，顿时目光大变，指着楚风高声喝道：“此人是谁？”父亲，此人就是那个楚风。赵晓说道。而他这一句父亲，则是验证了楚风的猜测是对的，他与那男子的确是父子关系。楚风，他这种家伙怎么能来我红蝶会的总部？男人啊，将他给我抓起来！赵晓的父亲大声喝道：“我看谁敢！”然而刘成坤长老则是冷喝一声，他此话一出，倒是没有任何护卫敢动一步。刘长老，你怎么能带这种家伙来我红蝶会总部？身为红蝶会的长老，难道你连最基本的规矩都忘了吗？莫说他是一个外人，就算是我红蝶会的人，可没有一定的贡献的话，也不能进入红蝶会总部。赵晓的父亲大声喝道：“放肆！你什么身份，竟敢与我这样说话？”刘成坤也是怒了，不仅怒了，竟然还散发出了自己的威压。而那1品5祖的威压一出，莫说是赵晓，就算是赵晓的父亲，也是脸色大变。就算他是9品半祖，只差一步便可以踏入5祖境界，但他毕竟还不是5祖，面对1品5祖的威压，他是难以抵挡的。那我与你这样说，可行否？然而就在这时，一声冷笑忽然自结界大门之内响起，与此同时，一股磅礴的威压竟也忽然出现。那威压一出现，不仅破开了刘成坤的威压，楚风更是眉头紧皱，因为那威压竟然比刘成坤长老的威压还要强横许多。那不是1品5祖的威压，而是一位2品5祖，并且这威压非常凶狠，不是简单的吓唬人那么简单。此刻楚风只感觉身体都快要粉碎，呼吸都快要停止，且体内开始且气血翻涌。随后一个没忍住，一大口鲜血便自楚风口中喷洒了出来，紧随其后咔嚓咔嚓的声响不断在楚风体内传来，楚风的骨头硬生生的被那威压震碎了。赵若帆，你做什么？楚风小友可是我请来的贵客，你怎能伤他？见状，同样状态不好的刘成坤极为愤怒的大吼起来。而很快的一道笑声传来，这一刻，一道老者的身影忽然在大门处浮现。拜见副会长大人。见到这位老者，此处的护卫赶忙抱拳施礼，就算那同样被威压笼罩的黄洛，也是强忍住那威压的痛苦，对那位老者施以大礼。爷爷，赵长老他竟然为了一个外人对我和父亲动用威压，爷爷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而见到这位老者，赵晓更是一脸的委屈，就差要哭了出来，当真是一副孙子样。而他的这一句爷爷，也是说明了这位老者的身份。显然他不仅仅是红蝶会副会长这么简单，还与赵晓父子俩有着至亲的关系。放心，身为红蝶会的副会长，我向来处事公道，绝不容许任何人违反我红蝶会的规矩。赵若帆说完此话，便忽然指向楚风道：“男人啊，
将这个外来者给我抓起来，我看谁敢！刘成坤愤怒的双眼通红，我就敢！赵若帆大喝一声，威压竟然增强，那滚滚威压猛然落下，不仅将楚风直接压倒在地，更是让刘成坤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副会长大人，手下留情啊！刘长老有重病在身。见状，黄洛赶忙求情。重病？多少年前他就说有重病，结果他比谁活的都好。你与他一同归来，乃是共犯，你也给我跪着！见黄洛求情，赵若帆眼中怒容徒增，竟用威压让那黄洛也跪在了他的面前。怎么，连副会长的话你们都不听了吗？随后，赵若帆又用那冷冽的目光扫视了一眼那些护卫，而这一刻，那些护卫们哪里还敢愣在那里，赶忙纷纷上前将楚风给抓了起来。刘成坤，你给我听好看，不要以为你是会长大人的师尊，就能够在红蝶会耀武扬威。在这红蝶会内，除了会长大人之外，乃是我赵若帆说的算。赵若帆指着跪在地上的刘成坤，恶狠狠地说道：“会长大人到。”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道声音在结界之门传来。听到这个声音，那本一脸得意的赵若帆顿时神色一变，